Hello， 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线上课程。那今天给大家录制的一款发型呢，是一个组合分线的发型。那首先呢，我们侧区会采用水平分线，后面呢会采用斜后分线。当然了，我们也要结合客人他自己的要求。当然，我们这个女孩能接受一个偏向于中性一点的这种短发，那层次比例呢相对来讲高一点，两侧头发呢也可以短一点。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腮骨以上这样的一款短发。那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这个脸型呢是稍微偏圆一点，额头呢有点偏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要剪一点刘海。那如果说我们的额头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通过刘海来遮盖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分区。我们的分区呢，先从中心线分开，然后把我们这个侧区在我们耳朵这个位置前后分开。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从侧面开始修剪侧区开始修剪。侧区我们采用水平分线，一片一片的进行修剪。当然，我们每一层都会逐渐的提高，否则会在这里产生一个很明显的硬线，那就不太好了。然后后面呢，我们会采用斜后的分线来收紧后部。好，这个时候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剪一些正常的短发的话，用这样的分线又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能达到一个饱满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开始从侧区开始。首先，我们侧面从我们这里我们的前侧点这个点往下一点，我们水平分线。这条线呢我们是水平的。当然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剪头发的时候，我们的发际线呢它是不规则的。好，各位能看到这个发际线是这样的一个不规则的形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角度呢会控制在45度左右来修剪。好，我们梳的平行划分线梳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好长度，那么长度大概在梳的一半左右。当然我们测量的是下面的长度，而不是上面的下面的长度在梳的一半左右，大概在8厘米左右，8到9厘米，在这个位置。好，我们的切口是方形的切口。好，这个时候大家能看到我这个拉出来是一个方形，这样头发会前面放长。从侧面看到的是我们的角度，这个角度呢是45度左右。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面的时候是方向看到这里的是我们的角度。这个时候剪完以后，大家就发现我们这里呢会微微的有点放长的效果。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片，然后第二片头发继续从这里开始，从转角这里第二片，然后继续我们从根部梳出来，找到我们的导线以后，往上微微的调整一下我们的角度，切口呢是方形，站位正侧方进行裁剪。然后第三片头发继续，头发梳出来，同样的方式，分线都是水平的，头发梳出来，角度我们每一层逐渐的提高，找到我们的导线，从根部输出，好，不要有漏网之鱼，然后再继续把上面头发继续梳出来，好，同样的方式拉出来，角度逐渐的提高。拉到侧面来，这样我们会先把前面放长最后要让客人的头保持一个平直的状态，拿过来 OK， 这样呢我们这个侧面的头发我们就修剪完毕。好，大家能看到它是一个饱满效果。当然我们这个上面的头发待会我们还需要再给它剪短一点那是剪层次。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长度和设定好。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侧区的这里的头发，它也因为方形，大家记住了，当我们在侧区剪一个这样的方形的时候，头是圆形的，这里的头发前面头发自然会往前去推动。好，我们这边同样的方式水平分线，你两边的厚度要分一样，否则你很难剪成一样。我们从这边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角度，然后这个时候长度要从下面开始测量，梳子一半的长度从下面开始测量它，然后方形切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剪完以后前长后短的，因为头是圆的，把头让它平直一点就可以了。第二片头发继续。每一片的角度逐渐的抬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是水平分线，也就是我们侧面剪了一个方形的形状，但是我们层次呢是上下上下是一个走圆的，我们每一片都在一指位提升，那我们侧面呢分成3到4层去修剪就好了。好，逐渐的抬高角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头发呢就不会产生一个明显的硬线，也就是重叠起来，拉起来，然后把这边的头发也带过来修剪一下。当然前面的刘海呢我们不用把它剪得这么长，当然这样剪完以后大家就会发现它就会获得一个像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刘海前面长的。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剪完了我们的前面，当然前面的刘海待会我们还要继续再给它修剪。好，前面剪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剪我们的后区的头发我们后面的头发。好，后面头发我们讲了，我们用斜向后的分线进行裁剪。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从以这里的头发作为引导，但这个圆呢要往里收，如果不往里收，这下面会很长就不好看了，我们要往里面去收把它收圆了。斜向后的分线分过来，好，分过来以后，接下来我们开始裁剪。我们来看好这样的分线是往后贯穿到我们的中心线这里。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侧面找到我们的这个导线，然后找到我们侧面的这个导线以后，按照我们的这个角度侧面的角度开始。这个时候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呢他不会往里收，你要往里面去收圆。你看走位要往后走，一定要走位，千万要移动从这里开始往后走，否则你这里是剪不到的。你剪不到后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很长。你看这样往里面收圆一定要记住，你看从这里长的慢慢的过渡到短的这个方式这样
它就有层次了。那这样贯穿过来，这一片剪完以后，继续第二片头发继续从这里分过来。分区的时候呢，先把头发全部往后梳，然后用我们的中指放在这上面，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缺了一个小口，刚好从这里摁住它，慢慢滑过来，滑过来以后放下去，然后用夹子把这里固定一下，这样你就能看到这个清晰的导线。然后这个时候梳子从根部梳出来，梳出来以后找到我们的导线，然后继续。后面的修剪也是一样的，慢慢的、逐渐的啊，你要抬高，然后往后走，找到导线以后往后走，再继续往后走过来，啊，从大慢慢变小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下面的碎尾这个不用管它，最后你可以把它修一下。好，继续第三层，同样的方式，用我们的中指往后梳，梳过来，梳过来以后再把它固定一下。好，我们再次同样的方式找到我们前面的导线，梳子平行划分线，慢一点去剪，不要着急，从这里开始逐渐的往后走，梳子梳出来，手指控制好。好，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看好，我们的手从这里移动到这里来，这个时候你的手还是前低后高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一直到这边，手呢永远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斜度啊。好，这样我们剪完到这里，好，再继续上面头发，同样的方式梳过来，这呢是我们的一个组合分线。学习不是学习单纯的一个发型，而是明白这些分线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好，让我们剪完，好这边，然后它会有一个往里收紧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作用。好，这边我们剪完以后，然后另外一侧同样的方式进行。好，然后这边我们没有剪，然后继续从前面开始分一个斜向后的分线。好，用夹子把这里固定住，一定要露出我们的这个划分线，然后从前面开始找到我们这里的导线啊，前面的导线在这儿，然后手要往里收，从这里开始。你要不自觉的往后面移动，然后越来越短，到这里，到这里越来越短，刚好与我们刚才剪完这边的头发相连接，然后角度不能太低了，太低了你下面的头发就会剪得很硬的感觉啊。它这里你看小碎尾露出来，这就是因为有层次，然后再继续斜向后的分线分过来，好，再继续从前面开始，梳子从根部输出，找到我们的导线，然后往后逐渐的慢慢的移动。然后再往后到这里，逐渐的往后慢慢移动，到这里来，好，过来，手前低后高，好，慢慢的过来，再继续，好，再继续从这里站位在这儿，找到我们前面的和下面的导线，啊，移动过来，好，再继续移动过去，好，我们现在梳头发一定要从根部梳顺，好，再继续，头发梳出来，注意哈，你的线是斜向的，然后你的手也要斜向，找到导线，全部都要剪到最后一片，前低前高后低，线是什么样分的，你的手位就要什么样。OK，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是往里面收窄。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后面检查一下，从这里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交汇点。现在这个步骤不是去剪结构了，而是检查了。你看一下啊，正常两边交汇在一起，这里会变一个圆形的，然后我们就要检查一下，慢慢的往上去检查，啊，慢慢的往上去检查一下，慢慢的。好，如果不检查，很容易在这里产生一条硬线。好，这个时候我们上面的头发，我们把它拉起来，这上面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长出来的角，我们把它拉起来。上面呢我们要减点层次，否则这上面会很重。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走个圆形，好，从侧面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圆形，拉起来，再拉起来，往前。当然这个步骤是根据你想要最终的效果，如果你想要头顶上蓬松一点，你上面呢肯定是要去掉一点点。好，我们从正面看，这里也是一样，有一个角拉起来，注意往脸侧，往脸侧。好，这里有个角，好，这里有个角。现在我们剪的是我们上面的头发，上面的头发也就是我们 U 字区以上的，我们要把这里的角给去掉。好，这边角去完以后，然后我们另外一侧，在这边
好，这里有一个角，去掉。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刘海修剪一下，它这个额头呢是非常窄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个里面的短的这些地方给它修一下。小汗毛啊，剪掉一些，不要剪的太多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的刘海来修剪一下，当然可以不用剪的太多，让它的刘海来稍微长一点点。我们这个时候把前面这个角去掉点，慢慢的往上往前拉，慢慢的向上。好，我们能看到刚才这个后面的这个碎尾，把这里呢我们去掉点，这边也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牙剪把重点打薄的区域给它打薄一下，然后再吹干精修一下。好，我们在打薄的时候呢，我们重点打薄的区域哈，首先大家看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很多人在打薄的时候不知道打哪里哈，这个区域的头发一定要是静态区，然后你摸一下啊，在最高的地方最下面一点点，也就是枕骨点往下，然后分一个，比方我们现在分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线或者八字形的分线，把它分出来，这个区域是必须要去重点打薄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这个地方。好，然后这边我们同样的方式分出来。很多时候你剪完头发下面收不紧或者很厚的感觉就是这里。好，那在打薄的时候呢，我们来把它分出来。分出来以后啊，我们就要直立分出。我们用牙剪在根部打一下，然后打两下。这个地方，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多头发就是这里会很多，所以我们把它直立拉出来，剪刀放在根部开始，继续交叉式的打，必须要打啊！你在湿发的时候都很厚的时候，你吹干了就会更厚。有很多人会怕这个头发剪完毛躁，你用的是无痕牙剪，你打的是发根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通常情况下打出来什么标准呢？就是在湿发的时候。能隐隐约约能看到这样的皮肤啊，是隐隐约约的哈，不是说全部打出来全是皮肤。好，打薄以后，这是一个重点打薄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我们就不能这样去打了。你看这个时候你上下就会发现明显感觉这里很薄，这个上面比较厚重，对吧？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重点打薄的，从转角这里哈，如果头发多就从转角这个往上一点，如果头发少我们就转角往下一点，它的头发不是很多，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这个地方侧区呢，我们也要重点打薄。很多时候为什么你剪完头发挂不到耳后去啊？根部一直到后面要分出来，一直到我们的耳后都要这样去打。好，本身这就是属于二分区的打薄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剪这个头发不能叫做严格意义上不能叫二分区的发型啊，二分区的剪裁方式。我们现在打薄是用到这样的方式啊，这里贴的发根，它不会毛的，因为这上面还有头发把它遮盖住。如果你现在不在湿发的时候把它打薄好，你吹干了以后你再去做，你就会发现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发尾柔和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上面的头发再给它进行一下过渡，发尾的柔和，拿出来。你从下面开始拿出，剪刀从这里直立的前面的慢慢往上啊，注意哈，是内层次打薄。好，内层次打薄，从下面剪刀前面几个齿从根部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到发尾。打过了就尽量不要再碰它了。继续，慢慢的越来越到发尾，一定要把我们的发尾剪得比较柔和自然，因为我们剪的不是那种很硬的线条。
这边剪完以后，同样的方式，另外一侧从下面梳顺头发，慢慢越来越靠近发尾，展开头发，继续。你可以没有一把很好的平剪，但是你一定要有一把很好的牙剪。把这个发尾都打得柔和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头发呢吹干一下哈，我们还是一样自然的把它扫干哈，不需要进行任何的造型的处理。好，我们这样自然的把它吹干，大风扫干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状态。剪头发呢，是我们不能完全靠造型，但是我们要吹干它，对吧？快速的吹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形体已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剪刀把这个四周不均匀的地方、不柔和的地方，我们把它柔和掉不流畅的地方把它流畅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再修饰一下。那修饰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些边沿的地方，我们要把它修饰的均匀一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调整，需要你剪蓝发的时候调整这个明暗度。那最好的工具呢就是牙剪。这个时候，你用平剪你怎么调？可不可以调？可以。我们先用牙剪把这些厚薄不一的地方把它调整一下，尤其是有旋的时候。那这里比较厚重的，用牙剪再调整一下。这时候就要细致的，你的眼睛你要观察好。头发是软性的材质，你剪不均匀呢，它就一块一块的。好，这个
像这些地方，你看厚薄不一，我们要把它调整一下，慢慢的往上提啊，把这个发尾调整一下，不要过度的去打，过度的打呢，头发它就会变得很碎，它回家以后就不好打理了。我们一定要想好了，一个有经验的发型师一定要考虑到客人回家以后好不好打理，不然短发说句实在话，它肯定是比长发要难打理的多。为什么要难打理？因为短发呢，它毕竟对吧，它没有办法扎起来了啊，它自己呢肯定是要稍微剪完以后吹干一下啊。他说我什么都不弄，就要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我们男孩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头发呢剪短以后对吧，它都需要稍微的整理一下，然后慢慢的提高是为了把上面这个角给它磨掉。这个鬓角你看比较厚重啊，这里呢拨开它，把这个捻肌线这里的头发这样剪掉一点，否则这里就会很厚。好，直立的拿出来，把这个发尾柔和一下。好，这里啊，当然如果在这种形体里面，你如果是完全靠造型的话，其实如果我刚才去拿滚梳带的话，现在的效果也会很好。但是我们在发廊当中，对吧？我们做的是现场，不是做啊，不是你在讲台上面啊，在讲台上面呢，你做完以后，大家能看到一个暂时的效果就可以了啊。我们是要把这个头发做完以后，让它回家以后也能呈现一个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能看到这个头发是很容易往后走，因为我们的分线斜向后的分线，像这个地方一层一层的往上去调整，把这里的重叠面给它剪掉，这样哎，我们头发融合的就非常自然，也不会显得那么的生硬。继续。好，我们最后呢拿平剪啊，把这些细节再调整一下。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过渡啊不够自然的时候，你可以用平剪这样点削一下，把上下过渡的再自然一点。我们这边同样的方式。好，然后上面呢头顶上面我们要给它做一点动感，这个动感呢不能做的太多了，还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用我们的啊这个花开富贵的手法，从我们的黄金点到我们顶点的位置，大概分出来2指宽的发片，然后呢我们先从发尾开始，然后到发干，拿住头发一半的地方，拨开它，剪刀张进去，剪掉。这时候我们距离呢稍微远一点，你的角度呢稍微有一点点角度，你看剪掉一些头发，这样。然后接下来是发根，这个时候就不要太密集了，好，再剪掉一些，这样我们的发尾呢发根就会柔和起来。好，这样基本上我们这个头发啊在自然吹干下就已经 OK 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下吹风的造型。好，在吹风造型的时候，我们上面的头发啊一定要把它起来一点。
好，我们打点造型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呈现的效果哈。我们侧面呢用的是一个方形的，也就是我们水平分线，后面呢是用的是斜向后的。那这个头发剪完以后，前面头发会往前推的感觉，当然我们往后吹的时候，这个头发会有个长包短的效果，往后走的这样的流向。那后面呢，因为是用斜向后的，所以它会有个收窄的效果。所以在剪头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哈，不是说非要去模仿一种剪法，而是你要明白，在侧面用水平的，它会逐渐的慢慢放长啊，然后后面呢用斜向后的，它会有个收窄的作用。所以各位如果说脸型比较圆的时候，想要剪短发又想前面放长，我们可以用水平分线来去裁剪。那后面呢，我们可以用到斜向后来收窄它。好，那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这。